在朝鲜竟然包裹着一个中国村庄，这是中朝最拧巴的交界处。这只有咱们国家还有朝鲜人可以来，可别去，有时候给家带着，净忒给你弄走了。留过来没事吗？没事，他这就完了。抓住以后啊，那舌头穿钢筋呢。人家朝鲜这帮，人家老百姓活得比咱们幸福。哎呦我的天！店都没有个店，这很穷。当时还有很多中国人想去朝鲜生活，他更喜欢收美金还是更喜欢收人民币？肯定是美金了。那你觉得现在变好了吗？那好啊，你看他楼盖的多好啊！但是那种房子基本上是没有人居住的，给我们参观的。朝鲜作为世界上最神秘封闭的国家之一，这次我们沿着400公里的中朝边境自驾，竟看到了朝鲜的另一面。我的身后江对面就是朝鲜，好强的阳光，感觉要被吞噬了。这就是耀眼的刺目的光芒。2年不见，对面发展好快呀！而且真没想到，我们2年前来这边还没有这么多的高楼呢。朝鲜变化还挺大的嘿。哇，好正能量啊！刚才看到了好多车从朝鲜那边开过来，应该是咱们的车。咱们的车呢，早上满载物资送过去，下午空车再回来。像不像一个动车？火车头。现在前面在租望远镜，导游非常有意思。他说来这边的人就是想看看朝鲜这边人生活什么样。人家朝鲜这帮，人家老百姓活得比咱们幸福，房子是免费出的，不花钱。但是得按等级，就是说你对国家贡献大，可是待遇好点。这个一般只是指那种科研研究啊，老百姓肯定捞不着土领嘛啊。那个4个字是个口号，叫一心团结，因为他们国家没有广告，全都是标语那种啊。这是他国家的一个涉外酒店，相当于是3星级。咱以前能去朝鲜旅游，以前不让去了。这个饭店呢，就是针对外国游客开的啊，就是你自己朝鲜人去吃饭，我肯定是不开的。这些楼啊，看看全是后盖的，但是有的楼看看都没安玻璃。你知不知道他们的国家落后哈？国家将近是80%东西全靠进口，是吧？玻璃哈都是，就是他现在哈就和咱以前那个70、80年代，他也想整那个1屋2室，想建设个特区，但是没分完了。你看朝鲜人，看他那个服装的颜色都特别旧，老百姓普及的是自行车，像咱以前骑那什么28那个大辆自行车。骑摩托车的、开轿车，那都是朝鲜有特色的人，给老百姓就没想到。一开始我们以为这片荒地的房子都盖成了这样，走山上一看，原来只有前排盖了房子。它这种其实就是相当于给我们参观的，把最好的一面给这个外宾嘛。你们都去过朝鲜？没去干嘛啊？可别去，有时候给家带着，哪天是高兴忒给你弄走了。经常去过的时候开车，开车怎么去啊？常往送货，上朝鲜新一州过桥就是。那边生活怎么样？可以吧？一个老百姓住房、就医什么都不花钱，小孩上学都不花钱的，他就是不开放。您对那边什么印象？哪有的时候贪污嘞？没有。您以前就是开大车过对，去？往那边送货。他是表面上像穷的，但是人家还算可以了。那边工资怎么样？他们朝鲜在丹东打工的哈，就说我们这1块钱顶到10块钱，1月3000块钱嘛。他政府还得有一个还得收，就是好像是能到他们本人手里能500、600块钱。就我们上朝鲜去啊，连手机都不让带。你抽不抽烟？这些我不会。你看我这个烟是哪个烟？这是什么朝鲜吗？朝鲜烟。对呀，这就是朝鲜烟。这朝鲜烟呐，这个烟是啊，是咱们这个长白山那边提供的一个烟室。朝鲜哈，就是他们游泳哈，就能游过来。游过来没事吗？没事，他这就完了。抓住以后啊，那送回去啊，就是钢筋，脖子穿钢筋呢。脖子穿钢筋，那个起码可严了。您今年多大？你看看我多大？50。50、70了，显年轻。但是我到这也有50多年了，我当兵呢。当兵就是当时有一些运输物资就是运过去。拜拜。旁边就是中国耗资22亿，至今建完未开通的中朝大桥。这手臂一看就是中国制造，太帅了。对面那边就是朝鲜了，还是很期待有一天能通车的，还挺想去朝鲜玩的。不过我估计能去朝鲜玩的时候，这个桥也够呛能启用。这个新鸭绿江大桥已经闲置超10年，修好了他们也不用多浪费钱。这要一开通，哎呀，对面得发展多快，光旅游业就能给对面带来不少收益。对，也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冲击。现在朝鲜那边需要中国物资在那边建设，
但是他们宁愿用老的断桥，也不愿意用新的这座桥。这边有很多朝鲜人开的餐厅，当地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可以看表演的。这里的服务员是朝鲜公派过来的，不能拍他们。基本上服务员的形象都非常好，简单和他们聊了会儿天儿，他们觉得还是在朝鲜生活比较好，但是呢，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化，像电视剧、电影这些。这边的食材都非常新鲜。这家店很便宜啊，吃完了才203，然后打完折是138。这谁在垃圾桶旁边写了这么多态度？破案了，原来有个地方叫太阳岛洗浴。对面还是很黑，但是我们发现这里亮起来了。哎，1年多前来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，感觉好快啊！一个不愿意露脸的老板娘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儿啊，这是我们在中朝商店里用30块钱换来的情报。30块买了一沓子，这是朝鲜的货币。对，其实有的呢不是朝鲜货币，你看它有的面额很大，它有的呢是国债券，是不能直接花的。你在那边花这些钱呢，得搭配相应的券，比如说粮票。像我们爷爷奶奶辈应该很清楚粮票这些东西怎么用。我们发现啊，这2天跟一些去过朝鲜的人聊天，他们呢一致的说法是，其实朝鲜人活得没那么糟糕，他们甚至觉得还挺好，没有那么大生活的压力。对，没有去过的本地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都会觉得那边非常的穷。但是我翻开的时候，乍一看以为中间的人是谦儿哥。清早起床，接着出发，即将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吉安。到吉安啦！不得不说，这个城市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感觉挺干净的。天哪，这么冷的天，我们就应该吃一些热气腾腾的什么呢？高丽火盆。这一条街好多卖高丽火盆的，这边叫火盆一条街。大家太集中了，都卖同样一种产品，价格就卷得离谱。这是吉安这边的特色小吃，这一份是92，火盆就是长这个样子。果然是火盆，非常的温暖。2个人吃够了。它是猪肉牛肚、蹄筋小肠，还有他们特色米肠。它这个是猪肉，然后蘸了干料尝尝。我觉得它这酱香味特别好吃。好吃，但这个干料很好吃。这个高丽火盆发源地就是吉安。拌饭吃就贼香。哇，冬天吃这个真太爽了。这我在做的是炒菜。吃的还挺开心的。对面的山呢，就是朝鲜的山了。不仅是东北的菜量足，连吉他的分量都很足。好大的吉他，不愧叫大吉他公园。这个是大鹏那个电影《缝纫机乐队》的拍摄地，店里面有首很好听的音乐。都选 C。咱们看这什么车还冒烟，离得好近啊，就在江对面。这个江好窄呢。真的很不错。距离公路口岸还有4公里。国门竟变成了景区。抗美援朝第一步，这是咱们的公路国门。雄赳赳强，跨过鸭绿江。这边国门的门票是60块钱，可以看2个国门，一个是铁路国门，一个是公路国门。然后它有景区的车是20块钱一个人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吉安看国门，非常好啊，没什么人，我们俩40块钱包了辆景区的车。这边距离朝鲜超级近，抗美援朝第一渡铁路的口岸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到了吉安口岸。当时抗美援朝第一列火车就是从这里去的朝鲜，现在这里成了景区的一部分。对面就是朝鲜。这是一个吉安口岸的摆件模型。觉得朝鲜那边怎么样？朝鲜那边穷，它就跟咱们70年代一样。那你觉得现在变好了吗？好啊，你看它楼盖的多好，上学、医疗、住房都是免费的。看咱们这边国门非常大气啊，这是对面朝鲜的国门。这边国门可以上4层，看到对面朝鲜的国门，非常近。没想到啊，现在还能坐电梯去看对面的国门了。我们现在在国门里边。他们基本上是这种低矮的楼房，就是离中国近的楼房是比较高的，但是在这个高楼房后面，就是类似于农村的平房。赶上他们下班了吗？好多人在骑自行车。这边自行车的样式看起来都一样啊。大家来就喜欢看对面朝鲜人的生活，变成了这边游客的一种乐趣。看着他们的生活，有一种旅行的人变成了楚门世界看客的感觉。有一个人在边境好近。这应该是工作人员吧，他要下班了吧？有一种落日后的安静的祥和村庄的感觉。他们这边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，还有少量的摩托车，最稀有的是4轮汽车。目前我只见到了1辆汽车。我俩这几天看对面朝鲜，第一次见到大一点的这么大的货车。
我俩发现这个角度看对面的朝鲜，会比在丹东看新义州那一边更有生活气息。对面他们住房是免费的嘛，他们对这个国家贡献越大，他们住的房子就越好。现在这么看，觉得山上的这几栋房子住的还蛮好的，不知道周边的配套设施怎么样。来中国这边工作的朝鲜人，朝鲜人普遍会认为中国人生活压力太大了，虽然说吃的物质生活没有那么丰富，但是食品安全比较 OK。然后中国呢，他们也说中国很好，发展的非常好，但是没想到年轻人压力这么大。这个角度看那个小房子，幻视了瑞士小村庄。现在我们去青石，被朝鲜包裹在其中的中国小村庄。哇，难得我们看了这么多天的朝鲜，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类似一个工业的大楼。可口可乐第一飘。像他们这个村子就会放2代领导人的照片，放在他们的墙上面。此生必驾331。到这边已经晚上了，到达了青石，这就是那个被朝鲜包裹着村庄。这个景区属于军事区域，所以我们还是那个晚上离远一点，白天再过来吧。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这个村子里能停车的地方，好像这楼没有人住，应该是一个办公的地方，车就停在这个院子里。现在零下17度，超级冷，车里还挺暖和，16度。天亮了啊，昨天在这住，这个村子还挺安静的，非常安逸啊。这旁边这个楼应该是没人住啊，这还锁上了，锁上了，没人住。昨天晚上我们进这个村子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但是还是有边检。这个地方有很多军事基地，管理很严格，外国人是不允许进入的。我们现在在青石，这会儿呢去云湖大坝。本景区为军事区域，谢绝第3国人员进入景区。也就是说，这只有咱们国家还有朝鲜人可以来，其他地方就不行了。这个景区呢，门票是30块。这个云峰大坝是中朝2国一起建的，这个大坝外国人是不允许进入的，必须持有中国身份证才可以进去。突然增添了更多的神秘感。这个隧道里透着一股寒气啊。这个大坝对面是朝鲜的木材加工厂。这是中朝的界碑，水坝是合着的。水坝没开的时候，朝鲜这边就是这样的。这里距离朝鲜非常近啊，但是有工作人员就是在中间就不让走过去了。对面就是朝鲜了，那边也插着咱们的中国红旗。这个大坝一开始是中朝2国一起建的，后来呢，朝鲜就把这个大坝的主控权交给了中国，让中国来管理。现在建的多好，你看。哦，这感觉真的跟以前的农村很像。这塔雕会负责把湖上木头拿过来。他们还在疫情管控吗？对，他们都是没开放的。中国哨所按照朝鲜的。基本上是在朝鲜国土上面，就是我们中国部队在那边站岗。然后其实我们这个抗美援朝之前，分界其实是不是很明显嘛？因为像以前朝鲜半岛就相当于我们的附属国嘛。那像现在对面这些住房里面，他们就基本上都是公房，不花钱，那还要还这个房贷。难怪他们说就觉得中国年轻人的那个生活压力有点大，可能也是因为这个。他们那边房子都没有取暖设施，没有取暖设施，那冬天怎么办啊？他们都是炕，他一个是烧柴，一个是烧那个煤。主要这边冬天多冷啊！它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是朝鲜的第2大木材加工厂，所以说呢，就是他们会把长白山的木头砍掉，直接把这个木头呢编成木排，然后沿着这个江直接就流下来了。流下来的时候，它可能有时候会1到2天左右的路程啊，有的时候他们是在上面住的。在上面睡觉、吃饭什么的，而且呢，它这个地方在木排上面吗？哎，对，想象不到哈。或者像他们那边条件，其实吃不了白面嘛，一般都是玉米饼啊这类的东西，因为他们还是吃大米和玉米比较多。放下来是真有点艰苦啊。他们晚上是需要加班的啊，他们还要加班？哎，对，有加班费吗？他们晚上会供一顿夜宵。啊，所以说很多工人非常喜欢在这里工作，因为能再多的吃一顿饭嘛。但是其实很多朝鲜工人是非常喜欢干这种工作的，而且像我们中国是9年义务教育嘛，他们其实是12年义务教育，但是考大学就比较困难了，因为他们大学完全自费的嘛。基本来说，很多人可能只能念到高中，啊，因为大学它的这个费用非常高。会有人，比如说从对面游啊什么，他们不敢。其实还是一个稍微封闭一点的国家嘛。当年很多人其实也是想从我们中国去朝鲜的。我没想到啊，当时还有很多中国人想去朝鲜生活，这是第一次听啊。苏联大量援助的时候，朝鲜那边的发展速度是要比东北这边快的。对，没错。因为当年毕竟你想国家比较小。
啊，人民也比较少，帮助起来比较容易嘛。他们当年发展太快了，以至于现在没发展起来。像后期苏联解体以后，他们这边其实经济就不太行了。像他们朝鲜也是有过得好的嘛。一般的话就是当兵，因为像他们那边还是现在是属于这种先军政治嘛，视军事为第一要务啊。因为当年他们这些领袖曾经说过一句啊，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，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。对，这个塔是一个永生塔，永生塔是为了纪念他们当年的首任主席啊金日成所修建的。大概的意思呢，都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。朝鲜境内永生塔数量大概吧，现在可以达到2000多。就是很多人说啊，我们拿10万块钱去朝鲜的话，我们能不能成富翁？其实没有的，因为他对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收费是很高的，不一样里面的东西都是以人民币结账的。比如说一瓶可乐我们这边卖3块钱，他那边就卖3块钱人民币啊。就是如果美国人去花美元，然后那里的价格就跟美国差不多。哎，对，我天哪，价格浮动，根据你是哪里人，它的价格是浮动的。要不怎么说旅游业比较挣钱了？美国人他去买可乐，可能也要花2美金这样子的。哎，对，也有可能。朝鲜币其实是不流通的。他更喜欢收美金还是更喜欢收人民币？那肯定是美金了啊！他们喜欢收美金。那朝鲜那边有肯德基、麦当劳这些吗？有。啊，他们那边都有咖啡厅，就这类的东西都有，而且他们那边也有那种阿迪达斯啊、彪马呀这类的东西。发达城市还是比较发达，所以它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封闭。国家这么大，它不可能完全封闭，因为你不要看现在是这个样子，他们的领袖当年也是去瑞士留学。啊，这个我们对知道吧？留学，然后后来回来了嘛，回来了以后，那个时候他还很瘦。如果你个人的话，你愿意在那边生活吗？那这个当然就是我还是希望中国正常人都是嘛，想过好的生活。像他们现在还是以工人为主，因为像当年苏联援助他们那年代，很多农民都转成工人了，所以说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缺陷，就是粮食不够吃。他们说觉得中国人的生活压力很大，尤其是年轻人。如果说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压力确实很大，但是如果说你让我去那边，我不玩手机不玩电脑，我感觉我压力更大啊。可能你习惯了一个东西了以后啊，你想改其实是改不过来的。像这里为什么叫青石村啊？就是因为你看到我们这边这些青色的花岗岩石是啊，其实就是他们这里出产的。修这个大坝的时候，还有苏联专家过来，对，他改名叫金日成是什么？对啊，他打仗非常厉害嘛，基本上每一次跟日本人打仗都能成功，所以说别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啊，日成，金日成嘛。我们来逛一下这个小村子，很安静啊，白天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小村子里面。现在呢，旁边这块就是朝鲜了。然后我们在中国的道路上面，我们现在快到这个尖尖了。我们来到了小村庄的尽头，我们看到一条路，全师傅走过去看看，对面就是朝鲜。咱们这边是种了很多地啊，这边是咱们国内的铁丝网边境线，非常长的铁丝网。哦，这边还是个路呢，因为水坝河闸了，下面都没有水，所以说可以直接走过来。天哪，这超近好吗？这是边境线的围栏。其实朝鲜有很大一部分地区都是这种山，也种不了什么粮食，所以他们其实粮食很欠缺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原来在60、70年代，中国这边的人很向往去朝鲜生活。后来没有了苏联的帮助，他们就好像停留在了70年代，像时间胶囊一样。对，果然自己强大才是硬道理啊。对，虽然封闭一些吧，但是生活压力呢相对来说没那么大。对，但也并不是说人人平等吧，那边也是会有富人。这一路不同的人对朝鲜有不同的看法，就像有人喜欢那里吃的无添加，很健康，但是那边耕地少，粮食产量低，食物种类少；有人喜欢那里免费的住房、医疗和教育，但满足的是最基础的生存需求。大部分人与大学无缘，好房子、小汽车成了奢望，物质追求变低，精神追求却统一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普通人活的都差不多，凡事都有两面性。至于那里人是否幸福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。前面就是这个村子的尽头了。哎，对面这个雾气缭绕是什么？这应该是他们中午做饭吧？总不能是着火了吧？好安静啊，都能听见他们在对面说话，挺开心的。看到对面他们在玩滑雪，看小图我有一种已经在朝鲜了的错觉，但实际咱们还是在中国。这个边境线的围栏特别低，甚至可以和对面的朝鲜人打招呼，但是不允许了。这个背阴面还有他们的那些小房子，那他们那边好冷啊。对啊。
这个村子尖尖最突出一部分是被朝鲜山环绕着。还好刚刚下来看了看，这要是没安防滑链，车一开过去直接就滑到下面了，翻过中朝边境，今天就别想回去了。哇，这真太滑了。他们这个房子正好建在大山的背面，这太阳一下也贼冷。我们现在在青石的尽头，后面、左面、右边全部都是朝鲜的村庄，但是我们的脚下是中国。他们这边属于阴面，地上也都是冰，他们在铲雪铲冰。7个人在看着，1个人在干活。这是朝鲜那边的火车。听到对面朝鲜人在唱歌，去过朝鲜人说他们当地人很喜欢唱歌，干活的时候也会唱歌。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着花香两岸。更深入的了解了一下朝鲜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。是的，跟我们之前想象中的朝鲜还是有些区别的。对，而且凡事都是有两面性，因为他们那边消息比较闭塞。对，你们觉得朝鲜怎么样呢？欢迎评论区一起讨论，青山不改，绿野生溜。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，应该已经过年了，在这里祝大家蛇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，拜拜。